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这里是 High Weapon。今天我们来讲 U2 高空侦察机，一架从冷战飞到现代的空中幽灵。它飞得不快，却飞得比任何战斗机都高。它没有火力，却让核大战一度擦肩而过。1960年5月1日，苏联上空一道白色航迹划破了平静的天幕，那不是民航飞机，也不是战斗机，而是一架美国的高空侦察机。U2，它从巴基斯坦起飞，飞越阿富汗、乌拉尔山，目标直指苏联的导弹试验场。驾驶舱里，飞行员加里鲍尔穿着密封减压服，在海拔2万米的稀薄空气中缓慢航行。他以为自己处在雷达无法触及的战略高度，但地面苏联的 S-75防空导弹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。几分钟后，一枚导弹划破高空，将这架幽灵般的飞机击落。巴尔斯弹射逃生被俘。而美苏之间的间谍游戏也被推上了国际舞台。这一事件让当时的美苏对抗瞬间升温，甚至差点触发一场核对峙。而 U2 也从此成为核战边缘上的代名词。这是一架飞得比战斗机更高，却慢得像空中的风筝的飞机。它没有武器，却执行过全球最危险的任务。它没有隐形，却能在敌人头顶若无其事地盘旋数小时。今天我们就要重新审视这架冷战天空中的传奇 U2 高空侦察机，看看它为何能活跃近70年，仍被视为美国空军最神秘、最不可或缺的天空眼睛。这架被称为追金 Lady 的高空侦察机，出自洛克希德臭鼬工厂之手。这间神秘机构曾打造出 SR-71、FA-17等传奇机型。它飞得不快，但能飞得比99%的战斗机都高。在战斗机讲究机动和速度的世界里 ，U2 几乎像个异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军要打造一架飞得高但又慢的侦察机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在当时，没有什么防御系统能够捕捉到它。在1950年代中期，美苏冷战正酣，彼此都拥有核武器，但缺乏精准的情报手段。卫星还在概念阶段，而传统侦察手段最多只能在边境拍几张模糊的照片。想要知道苏联到底部署了多少导弹，在哪儿测试核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看。那时美军的侦察机还停留在中高空层级，像 RB-47这样的改装轰炸机虽然能带照相机，却逃不过苏联战机和雷达的双重追踪。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洛克希德公司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设计要求：我们要一架飞机能飞到7万英尺，21公里以上，飞行时间超过8小时，而且能带一整套战略侦察设备。这就诞生了 U2 项目的基本理念：不靠快，而靠高；不靠隐形，而靠雷达死角。为什么飞得高就安全？这是因为雷达在探测高空目标时有一个天然弱点——曲率遮挡。大气折射、雷达波传播限制等因素，让地面雷达在超过一定高度后，探测能力迅速衰减。而在1950年代的苏联，雷达系统普遍只能探测到15公里左右的目标。换句话说 ，U2 一旦爬升到21公里，它就能够摆脱地面雷达，成为一道看不见的幽灵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战斗机，比如苏联的米格17、米格19，实用升限只有15到17公里左右，即使能爬到那个高度，也基本失速或无法稳定射击。那么导弹呢？那时候的防空导弹系统还不成熟。像 S-75这样的高空拦截导弹刚刚部署，而 U2 的横截面又很小，速度又不快，很难锁定。所以在 U2 刚服役的前几年，它几乎是空中的无敌状态。苏联防不住，也打不下，美军得以大胆飞越对手心脏，获得了冷战初期最关键的一批情报。但这种无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随着苏联雷达升级，导弹精度提升， U2 的高度优势逐渐失效，这也埋下了后续鲍尔斯事件的伏笔。不过在当时，设计 U2 的核心逻辑就是我飞得够高，你就抓不到我。这种用高度替代速度的战略路径，为后来的战略侦察系统打下了全新的方向。你可能听说过战斗机贴地突防，但 U2 玩的恰恰相反，它要贴着大气层的边缘飞行。21公里的高空意味着什么？那是民航机飞行高度的2倍，是大多数战斗机爬不上去的位置。氧气稀薄，气温低至-60度，外部气压只有地面的不到1/10。对飞机和飞行员来说，
这里根本不是飞行的环境，是半太空生存挑战。为了能稳定的飞到这个高度 ，U2 的设计几乎是把空气动力学逼到了极限。设计中的第一个关键 ，U2 具有超长翼展，可以像滑翔机一样飞，成为 U2 最显著的特征之一。它那比波音737还长的机翼，机展接近32米。为什么这么长？因为在稀薄的大气中飞行，空气密度极低，升力很难产生，只有靠增大机翼面积，提高升阻比，才能让飞机勉强挂在高空。这就导致 U2 的飞行特性非常接近滑翔机，它在高空时需要极为稳定的姿态，一旦倾斜过度、失速或进入扰动，就很难挽救。第二个关键是机身要轻的极致，但强度不能低。U2 整体结构追求极致轻量化，用了大量铝合金与钛合金，哪怕是一颗螺丝的重量都要计算在航程任务中。为了减重，它没有弹射座椅，没有多余系统，就连起落架也是半固定式。第三个关键是密封座舱与飞行服系统。在21公里高空，如果座舱破损，飞行员会在几秒钟内失去意识。U2 采用了高压密封座舱，维持接近地面气压，并配备与太空服类似的全封闭式减压飞行服。飞行员全程佩戴面罩，穿多层保温隔热衣，生理上要承受高压缺氧、极寒、低压等极限状态。这不是开飞机，更像是生命维持系统。综上所述， U2 能飞到21公里，不是因为动力强，而是因为设计绕过了传统性能权衡，用轻结构加长翼加极致飞行控制，换取了一张进入空中情报金矿区的门票。但这也带来一个巨大的副作用，越是为了飞得高，它就越不能飞得自由。从最早期的 U2A 到后来延长机身与增强航程的 U2R， 再到数位化升级的 U2S， 每一代机型都针对高空情报任务进行了优化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U2 飞行员的生存环境到底有多残酷。那不是一场侦察任务，更像是一次地狱级飞行试炼。U2 不是为舒适而生的飞机，它没有自动驾驶，没有弹射系统，甚至连机翼都不稳定。在它身上，几乎每一个飞行任务都是一次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，飞得高代价就大。U2 飞行员要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是生理压力。我们想象一下，穿着太空服飞8小时是种怎样的体验？为了对应21公里高空的低压环境，飞行员必须在整个任务中穿着密封减压服。这套装备和 NASA 宇航服非常接近，重量几十公斤，全封闭，不透气，一旦穿上，你就成了移动暖壶，大小便只能靠连通的集尿袋和成人纸尿裤。而这场飞行往往长达8到10小时，你坐在狭小的座舱中几乎不能动弹，眼前除了仪表就是黑压压的天空。有飞行员说，这比进太空还难受，因为太空至少有失重， U2 只有压抑。 U2 能优雅地潜入敌国上空，却可能在自己的跑道上翻车。对 U2 而言，最致命的挑战不是敌人，而是那场地狱般的起降。由于它的超长机翼和极端的轻盈设计， U2 在低空时非常敏感，稍微一个侧风就可能导致机翼刮地，整机翻覆。而起落架设计也极为特殊，传统的3点式起落架，前轮加主起落架，重量重，结构复杂，对于一架极度追求高空与航程的侦察机来说是累赘。所以 U2 采用了半固定式极简设计，主起落架仅2个轮子装在机身中央，两侧机翼没有轮子，而是靠2根可拆卸的支柱支撑起飞。起飞后，这2根支柱会自动掉落，以减轻飞行中负担。U2 降落时，并不像普通飞机那样有3点式起落架，而是只有主起落架在机身下方，它的2个机翼没有轮子，靠的是降落时自然放下接触地面。飞机先用主轮接触跑道，然后开始滑行。由于没有侧轮，机翼会慢慢倾斜到一边，让一侧的翼尖先着地，靠着摩擦力让整架飞机稳住方向，减速停下。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一架长翅膀的滑翔机，用肚子和翅膀在地上滑行。这就要求飞行员的操作必须精准到厘米，轻了会弹起，重了会炸胎，歪了会倾斜出跑道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U2 起降异常困难，哪怕有再多技术优势，它也不是一架容易操作的飞机。因此每次 U2 降落都必须由一辆追踪汽车在跑道边飞驰跟拍，后座是另一名 U2 飞行员实时用无线电引导降落角度与姿态。这是一种高度依赖协作的降落方式，
几乎没有任何冗余容错。这种降落方式看得我都替飞行员捏把汗，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？你觉得这样设计合理吗？留言区等你发表高见。在7万英尺的孤独巡航中，氧气不足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让人崩溃的是无人能替换的长时间压力。飞行员不是跟时间赛跑，更是在跟自己的意志对抗。精神压力是最难预测的，也是最难防御的隐形敌人。U2飞行员的选拔标准堪比宇航员，他们需要拥有极强的身体协调能力、长时间专注力以及对孤独的容忍度。在飞行过程中，他们无法与外界交流，只能通过短波电台接收简单信息。哪怕任务再重要，哪怕身体再难受，都必须保持冷静、稳定、精准控制姿态。失误没有机会补救。在21公里高空，你只能靠自己和你的机翼。这不是一份飞行任务，是一场孤独的苦修。U2飞行员不需要去战斗，却始终在生死边缘维持飞行，靠的不是武器，而是一种不被看见的精神韧性。而正是他们一次次的穿越极寒高空，才能把敌国的核导弹图纸、基地部署、军演动向送回到五角大楼情报室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揭开 U2最关键的一部分，它到底用什么眼睛去看穿地球上的一切。U2真正的武器不是火力，而是视力。它没有挂载点，没有导弹，却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眼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到底是怎么看清敌人的？ U2的光学侦察能力是它最原始也是最致命的能力。U2最初的任务配置非常简单，搭载超大幅面胶片相机，在2万米高空上以每秒几公里的速度飞越目标区域，拍下精度极高的图像。你没听错，是胶片，而且不是普通相机胶卷，而是一种连续式扫描相机。胶片宽度达23厘米，全卷长度可达数百米。拍出来的效果如何？在1960年代，它就能从20公里高空拍到地面士兵的肩章和导弹井盖。每一卷侦察胶片回收后，都由专门情报人员进行逐帧解析，标注目标位置、变动、部署类型，成为冷战中最核心的第一手情报。这种技术在那个没有卫星地图的年代就是上帝视角。红外、电子、通讯等技术让它不只有眼睛，还有耳朵。随着技术演进， U2的任务也不断升级。除了光学相机，它还搭载了红外传感器、合成孔径雷达、电子侦听系统、通信中继模块等。它能在高空监听无线电通话，捕捉雷达信号特征，甚至能充当浮动空中中继站，为地面特种部队提供战场通讯。举个例子，在阿富汗战争期间， U2被用来监听塔利班的卫星电话信号。在北韩核试验期间，它是最早获取放射性尘埃漂移路径的载具之一。U2的早期任务需要胶片飞回美国后冲洗分析，但是到了21世纪， U2已经可以通过卫星数据链实时回传图像。几分钟之内，情报官就能在五角大楼的屏幕上看到目标最新图像。这种空中情报服务器的能力，让 U2在现代战场上依然不可替代。它不是飞得最快的飞机，也不是飞得最远的，但它是一架情报密度最大的飞行平台。从冷战核武部署到现代恐怖组织动向，从核试验跟踪到极地气象监测， U2的眼睛从未真正闭上过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 U2命运最戏剧化的一刻。它曾在和平时期点燃一场外交风暴，也几乎让世界走进核战争的临界点。让我们回到1960年5月1日，重新回顾那一次被击落、被否认的幽灵任务。这是 U2最出名的一次任务，也几乎是他最丢脸的一次出场。1960年5月1日，一架代号 Operation Ground Slam 的 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起飞，目标是飞越整个苏联上空。驾驶这架飞机的是30岁的前空军飞行员加里鲍尔斯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飞行，而是一场战略赌博。CIA 希望这架 U2能穿越苏联核心防区，拍下导弹基地、核试验场、雷达阵地的全貌，然后从北极方向飞出，降落在挪威。但他们没有想到，苏联的防空系统已经悄然升级。早在几次 U2入侵之后，苏军就开始调配新部署的 S-75、德维纳，北约称 SA-2 防空导弹，它正是为击落高空目标而生的。在2万米的高空，鲍尔斯的飞机早已被锁定。那天上午，苏联雷达很早就发现了 U2的踪迹， S-75 导弹营迅速完成锁定，在空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网。9时09分，一枚导弹炸裂在 U2 附近，
剧烈的冲击波撕裂了机体，巴尔斯被迫弹射，降落伞在乌拉尔山脉缓缓打开。他活着落地，也意味着这架美国间谍飞机被活捉了。白宫的谎言反而引爆外交危机。最初，美国政府对外称这是一架用于气象研究的民用飞机，偏离航线进入苏联。但苏联不仅抓了飞行员，还完整回收了残骸、胶片、侦察设备、任务手册。赫鲁晓夫故意先不公开，等美国发布了气象说法后，才突然在电视上公布所有证据，让白宫的说辞变成了国际笑话。这一事件让当时的美苏对抗瞬间升温，甚至差点触发一场核对峙。而 U2 也从此成为核战边缘上的代名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当时美国正准备与苏联举行一次至关重要的巴黎高峰会，希望借此缓和冷战局势。但 U2 事件爆发后，赫鲁晓夫在会上当场谴责美方，并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。美方则坚持侦察是合理的战略行动，拒绝道歉。赫鲁晓夫愤然离场。更严重的是，苏联一度怀疑美国正在为核打击做情报准备，防空单位进入高度戒备，战略飞弹部队全面升级待命。若当时任何一方误判形势，结果可能不只是外交破裂，而是核武升空。这场情报战不再只是飞机与雷达的对抗，而是战略信任的崩溃与全球危机的导火索。U2 从此不再是一架单纯的侦察机，而是一场冷战资讯战争的代罪羔羊。它让世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一架飞机的坠落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大战。加里·鲍尔斯在苏联被判刑10年，关押在莫斯科的卢卡扬比监狱，直到1962年，他被用来交换一名苏联间谍鲁道夫·阿贝尔。双方在德国格里尼克桥进行间谍换球，场面至今被好莱坞反复再现。而鲍尔斯事件之后， U2 任务几乎完全终止对苏侦察，转而将重点转向亚洲与中东等方向。这场由 CIA 主导的侦察任务演变为国际外交危机，后世被称为 U2 事件，成为冷战情报史上的分水岭。那一刻，全世界才知道，原来美国一直有一架幽灵在悄悄飞越地球最敏感的天空。而这一击也宣告了 U2 时代的高度优势不再是绝对安全，天空开始变得危险，侦察也进入了能飞就能被打的全新时代。在冷战结束后，很多老兵退役了，很多武器封存了，很多情报工具被新科技替代了，但 U2 却没有停飞。从1960年代飞到今天，它依然在美军的现役序列中执行任务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而这不是偶然，是一场技术与战略的反潮流生存。它虽然没有隐形，却能对抗现代防空。很多人会问，现代雷达技术那么发达，连隐形战机都可能被捕捉，那 U2 这种飞得高但不隐形的老古董怎么还没被淘汰？关键就在于 U2 的飞行高度加声线机动性，至今仍是对抗系统的难题。虽然今天的 S300、S400 等系统理论上可以击落高空目标，但要精准打下一架航迹极小、飞行速度稳定的高空侦察机，依然是耗费高、风险高的选择。更重要的是 ，U2 通常执行的是战前监视、非敌对区远程侦察、国际空域航拍等任务，这样它在低强度冲突、区域监视中依然有用武之地，并且和卫星相比，它灵活得多；和无人机比，它细腻得多。卫星可以全球覆盖，但问题在于它的轨道是固定的，拍照的时间和角度很难快速调整。比如你想看某国核设施下1小时的动向，等卫星转过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而 U2 不受轨道限制，可以临时调动、机动侦察、滞空等待时机，还能反复盘旋对某目标持续监控，抓住动态瞬间。而和无人机相比， U2 拥有更高的飞行高度、更强的抗干扰能力，可以挂载更大功率的雷达与传感器，还能带人类判断力执行复杂识别任务。这点在处理高动态环境，比如应对朝鲜导弹试射、伊朗核活动、南亚冲突边境观察等任务时尤其关键。美国空军没有让 U2 停留在20世纪，它经历了数轮现代化升级，换装更强的 F118、101发动机，更换座舱航电，配备数据链实时回传，安装多种任务吊舱，甚至它的电子战模块、合成孔径雷达、光电传感器都是与 B2、F35 同步技术水准。更关键的是，它采用任务舱可更换设计，能快速换装不同侦察系统，几小时内就能从光学侦察平台变成电子监听节点，或变成中继通讯中枢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一架老飞机，但实质上
它是一块平台级飞行母体，像一个会飞的 USB 接口，随时插入最新战术模块。这也是它至今仍在飞的真正原因。它不是被时代落下，而是被时代重新利用。我们接下来将讨论 U2 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，从 SR-71到全球鹰，到即将接替它的新一代侦察系统 ，U2 到底启发了什么？它的血脉又流进了哪些后代？U2 不是一架普通的侦察机，它是一种飞行战略哲学的起点。从它开始，美军第一次真正拥有了高空全球情报打包能力，也第一次将制图式情报纳入作战体系。它的存在重新定义了战略先知的这一角色。而 U2 的影响不仅是自己飞了70年，更在于它塑造了一整代战略侦察平台的设计思路。那么，它的继承者们到底都有谁 ？SR-71黑鸟，这是对速度型战略侦察机的一次尝试。它比 U2 快3倍，能在敌方防空系统反应前飞出作战空域，但代价是飞得越快，维护越难，操作越复杂，最终也没有替代 U2 的多任务能力。RQ-4全球鹰，这是现代无人机中唯一接近 U2 能力的平台，它同样能长航时高空飞行，执行全球监视任务，但问题是它是无人机，缺少临场判断与紧急任务切换能力，而且任务系统固定不灵活。B-2突袭者虽然是轰炸机，但它也被设计成执行侦察、指挥与空中节点任务，其中一部分设计思路正是来自 U2 的平台化与高空穿透侦察理念。U2 留下的不只是飞行记录，还有战术逻辑。在 U2 之后，美军意识到，看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步。无论是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，还是延迟响应的外交谈判，掌握信息优先权等于掌握战场节奏。而 U2 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它看到了什么，而在于它能飞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告诉你你不知道的真相。它是情报战场上的隐形教父，是一场高空策略的原型机。即使在卫星遍布的今日， U2 所承载的高空战略侦察角色依然无可取代，这正是它能够延续服役的关键价值所在。今天，当我们谈论卫星通讯中断、无人机抗干扰失败、人工智能无法识别目标时，你会发现 U2 的那种原始而稳定的高空侦察方式或许并没有过时。不是每一架老飞机都该退役，有些还在夜空中安静地飞行，飞在雷达上缘，也飞在世界看不见的战线上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见。